废旧的风扇里面还有个值钱的宝贝，就连收废品的人都不知道。你如果把它当废品卖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其实它的用处非常的大。不管是这种电脑上的小风扇，或者是电磁炉里边的风扇，我们只要把它拆开以后啊，这样用，它的价值呢，其实要比卖废品价值要高得多。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风扇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先用这个风扇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把它先拆开，拆开来之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把它打开，把它拆出来以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到里边的这个小东西。我们看一下，就这个上面是有4条头的这个小元件，我们呢用一个钳子把它剪下来。拆下来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型号是477A， 这是一个霍尔元件。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在上面我们先接上一个小灯珠，然后呢再接上2条电源线，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电源线上面给它接上一节电池，给大家来演示一下，看一下这功能。你来看，这样把它接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在这边呢用一块磁铁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来看，这样当磁铁靠近霍尔元件的时候，这个小灯珠就亮了；当磁铁离开的时候，它就灭了；靠近它就亮了。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换成是一个报警器喇叭，然后呢把磁铁装在门框上面，这个装在门上面就可以制作一个防盗器，非常的实用。是不是？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平时家里有这种坏掉的电动车充电器，千万不要扔掉。我们把上面这条线给它剪下来以后，接在插排上面，它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功能，在生活当中啊非常有用。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好用。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插排打开以后，把这条黄色的线接在插排 N 上面，然后这条蓝色的线接在 L 上面。这2条线呢一定不要接错，接错以后呢是不能使用的。把它放进去以后，然后呢把这2条螺丝给它拧紧，拧完以后你来看，就这么简单，这个插排就制作好了。我们平时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我们先把它插在电动车上面。平时我们使用角磨机或者手电钻的时候，如果家里停电了没有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应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插上电以后呢，打开开关，转速是没问题的。我们呢用它来切割一个铜管来测试一下。你来看，这样呢也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铜管给它切割断，使用非常方便，是吧？然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手电钻，看一下能不能钻东西。把它插上去后，然后测试一下，你看这个转速是没问题的。我们呢再钻一个木板来测试一下。你来看，很轻松就把它钻透了，是不是？而且呢也非常的好用。把这个方法呢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家里的钟表又没有电了，1年需要换很多次电池，总是换电池实在是太麻烦了。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让家里的钟表以后再也不用换电池了。这个改装方法呢非常简单，我们呢只需要先把上面这个电池给它先拿下来，然后呢我们只需要在这个钟表放电池的这个位置呢给它接上一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这样呢以后家里再也不需要换电池了。我们来看，把这个手机充电器小头这边呢我们给它剪掉以后，这个里边呢是有4条线，我们只留下黑色和红色这2条就行了，只需要呢稍加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需要的东西呢非常简单，我们呢就找一个这样的小灯珠，可以从一个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或者其他的上面拆一个这样的小灯珠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接在这条红色的线上面，你来看非常简单，这个方法就这样直接给它缠上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在灯珠的这一侧呢给它结上一个小夹子，这样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你看，只需要在这边串来一个小灯珠，就可以让这个充电器，我们都知道充电器都是5伏的电压，这个电池呢是1.5伏的，我们只要给它串上一个灯珠，就可以让它的电压变成1.5伏左右。这样呢这个小灯珠就可以起到一个限流降压的作用。我们看一下，就这样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红色的夹子把它夹在这个钟表的正极上面，然后这边的黑头呢我们再接一个黑色的夹子，我们把它接上，接上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看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我们把这条黑色的线给它接在钟表的负极上面，你看就这样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手机充电器插在电源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插上以后这个小灯珠就亮了，它亮了以后呢就会把它的5伏的电压降成1.5伏左右，这样呢钟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我们来看一下，经过这样改装以后，家里的钟表再也不需要换电池了。
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电动车充满电以后非常不耐用，掉电特别快，那么到底是电动车出现了问题呢，还是电瓶坏了？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土办法，不需要用专业工具就能快速的检测到底是不是哪块电瓶坏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我们呢就是用一个这样的电螺丝就可以了。我们在检测电瓶之前，首先呢先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看一下都是多少伏。看一下第一个是 12.47， 第二块 12.73， 第三块 12.87， 第四块 12.85， 电压几乎差不多。然后呢我们接下来需要把这个电螺丝我们给它接在电瓶上面，给它接上以后，然后呢先让它放电。接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接着再来测量一遍，看一下它放电，看一下哪块电瓶掉电掉的特别厉害。现在这个是 12.15， 12.41， 12.44， 12.40。 第一块电瓶电压最低，电压最低也就是说明它放电放得最快，也就是说明是这块电瓶坏了。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只要发现哪一块电瓶它的电压比其他的电压低的很多，那么就说明是这块电瓶坏了。这个方法呢非常实用把它分享给你。这种接软电线的方法一看就是新手，而且呢永远出不了师，带不了徒弟。那么正确的接线方法，就算是再牛的老电工，再挑剔的老电工，他也挑不出毛病。今天给大家分享这种接线的方法。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个线给它拨出线头，线拨的稍微长一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一节也给它先拨出线头，都拨长一些。拨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从中间的位置给它先分开，分成两边一样多。然后呢我们给它拧一下，给它先分成两组。你看就这样把它拧好了。然后呢我们把另外这条线也是一样，从中间给它分开，分成一样多。分好了以后还是一样多给它拧一下。学会这个接线方法以后呢，就可以出师带徒弟了。你看就这样给它分成两股以后，然后呢把它这样重叠在一起。接下来在它的2/3处，就这个位置再来给它拧一下，把这两根给它紧密的拧在一起。旁边的这个位置也是2/3的位置，给它拧一下。很多有经验的老师傅都使用这个方法，接电线不需要烫锡，它也不会发热。然后呢把它再分开，分开以后，接下来我们把它这样开始拧。右侧这根顺时针给它拧在右侧这条线上面，一圈一圈的紧密的都给它缠绕在这个主线上面。这种接线方法不容易续接，不容易发热，无论怎么用它都没有问题发热，所以说使用的时候也是非常安全。你看把所有的线都给它紧密的接上去以后，就这样子非常牢固，而且永远不会发热。学会这个方法以后就可以出师带徒弟。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使用完胶带以后，想要把它弄断的时候只需要用2个手指夹住它以后，立马就可以把它给弄断。这个方法呢，比剪刀还要好用，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就是粘完以后，我们给它弄断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手指放在这个下面，另外一个手指就是按住以后，就这样，你仔细看，就一下就可以把它给转开了。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最主要的就是用指甲把它给掐住，然后这样一拽就开了。有很多人说，如果没有指甲怎么办呢？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我们看不需要指甲也可以快速的把它给拽断。你来看，我们粘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胶带这样呢给它折一下，折成这样子以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迅速的一转也可以把它给拽断。这个呢就是没有指甲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接下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在使用的时候，平时找这个胶带头不好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个铅笔这样不停的划，只要划到这边有阻尼感的感觉呢，就是说明是胶带头的位置。然后呢，这个胶带头的位置也可以看到有铅笔留下的痕迹。用这个方法呢，找这个胶带头是非常好用的。把这个方法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视频呢，感谢大家观看，我们18650锂电池没电了，充不上电不要扔，教你一招7次回充的好方法。我们看这块电池就是充不上电了，我们把它放在充电器上来测试一下。你来看，把它放上去以后呢，
上面的指灯直接就灭了，根本不能充电。正常的电池呢，我们来看是这样子的，放上去以后啊，显示红灯，可以正常充电。但是呢，这块电池不能充。在修复之前，我们先用王表来测量一下。你来看这个电池它还有多少电？用表测量，你来看只有0.99伏，说明它的电压太低了，根本充不了电。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充满电的这种锂电池，然后呢再准备需要一条线就可以了。你看，就这么一条线就行。我们把这一条线给它接在这个电池的负极上面，然后呢这头给它接在这块不能用的电池负极上面。接好以后，这样呢让它中间正极对正极，这样给它对接起来。大概呢给它对接1分钟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能用的这个电池再用充电器给它充满电。充满电后呢，接着再来用这个方法给它再来，就这样先给它激活修复，重复给它修复3次以后，然后呢我们再用王表测量一下这块电池。你来看一下它充进去了多少电。刚才是0.99，现在我们看有2.90。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再放在充电器上来看一下，你来看就可以正常充电了。用这个方法给它充满电以后，循环使用过2次以后这个电池呢，它就和新的电池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方法非常实用，把它分享给你。最近出现的假币非常的猖狂，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假币，不管它的技术有多牛，只要把手指头往上面一放，就能立马知道真假。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首先呢就是先在手指头上滴点水，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衣领上面，这样不停的慢慢的先揉搓一下。这样搓完以后，只要发现这个手上可以掉色，我们看一下，只要可以掉色，就说明这个人民币它就是真的。如果不掉色，就说明它是假的。就这样搓完了以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有颜色的，弄到这个纸上来看一下，已经发红了，是不是？只要掉色就说明真的，假的它是不会掉色的。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衣领上面这个颜色，它也没有任何变化，不会变浅颜色，这样呢就说明是真的。我们来看一下，也可以用张纸，其实也可以在上面摩擦一下，只要是真的，上面就会掉色，假的它是不会掉色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废旧的手机接2条线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亮的小台灯。家里有这种废旧的手机，或者是这种报废的手机屏幕，不要扔，我们用它可以制作一个非常亮的小台灯。它不仅非常亮，而且它也特别的护眼。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首先呢，我们用这个报废的手机屏幕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来看，我们制作的时候，首先把这个屏幕后边给它分离开。我们看这个手机屏幕它都是双层的，我们给它先和前面这个玻璃给它分离开。我们看这样呢，把它先撕开。撕开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主要的就是用屏幕上面的这个背光灯，这样把它拆来以后，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东西，这一排就是里边的小灯珠，然后我们把这个反光纸再给它装回去。然后呢，我们在它的背面只需要花2块钱买个这样的升压小板，给它粘在上面就行了。升压小板这边是插手机的充电器，插上去以后呢，经过升压以后，它是给这个灯珠供电的。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手机充电器给它插上，插上了以后，我们看一下效果非常亮。你看，一个非常好用的小台灯就制作好了。你看这个亮度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在家里孩子写作业还是看报纸，这个亮度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亮度呢也可以调节，这个旋钮调节完以后，它会比现在的效果更亮。钥匙不小心拧断到锁芯里面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锁，也不管这个钥匙它断的有多深，其实我们用一个口罩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取出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给大家分享一下。学会这个方法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断掉的钥匙就不用花钱再去请师傅了。我们首先呢就是先用个剪刀，然后把这个口罩给它剪一下，剪出来以后，我们主要就是用口罩上面这个小东西。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用，你来看，首先呢我们操作的时候先用打火机把它烤一下，这一节呢要稍微烤的长一点。你来看首先呢我们用个钳子，在这个前边呢给它，你来看，给它先折一个90度的弯，打个死弯，就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个剪刀给它先把上面这个钩啊给它剪的稍微小一点，仔细看，前头呢就让它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钩子就行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铁丝给它捋直，我们用这个东西啊就可以快速的把它取出来。你仔细看，我们把它就这样给它插入到这个锁孔里面。你看插进去以后，接下来插到底啊，接下来我们就往上面拉这个铁丝。你来看，仔细看，很轻松。你看啊，就可以把钥匙给它拔出来了。你看，非常的容易，是不是？直接就把钥匙取出来了。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真的没有想到，原来手机充电器它还真是一个万能的。用它呢，不仅可以检查这个灯到底是哪儿坏了，而且呢，也可以用它把这个灯给修好。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又实用，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灯啊，其实这两种灯呢，它的维修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首先把这个灯给它先拧到插座上面来，插上看一下，打开开关，灯不亮，那么就说明这是个坏的。我们把这个灯啊给它先拆开，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像这个灯坏了以后呢，大部分啊都是灯珠坏了，我们呢就可以用这个充电器快速的来检测它。首先呢，我们在家里啊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小头这边给它剪掉以后，这里边呢会有4条线，我们只留下黑色和红色这2条线就行了。然后给它拨出线头，我们用它不仅刚才说了，不仅可以检测灯的好坏，而且呢也可以用它来修好这个灯。我们看，首先呢，我们先来检测灯珠的好坏。其实像这个灯坏了以后呢，大部分都是灯珠坏了，只要有一个灯珠坏呢，这个灯整个都不亮了。我们把这个线呢分别给它接在灯珠的两侧来看一下，如果这样接上，你看这个灯珠它就亮了。只要像这种亮的呢，就说明这个灯珠没有问题。我们再来检测其他的，这个也可以亮，说明它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当这个测的时候，这样测不亮，那么就说明是这个小灯珠坏了。这个灯珠坏了以后呢，我们就找个东西把这层黄的东西给它抠掉，然后呢这样刮一刮。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拔下来，然后呢我们把这条线用剪刀给它先剪下来一截。接下来我们撕一点电工胶带，我们把这个剪下来的电线给它粘在电工胶带上面，粘好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把它粘在这个坏掉的灯珠上面，对准位置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这样多按压几下，按压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把它再拧到灯口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你来看，就这么简单，一个灯就修好了，是不是非常实用啊？这个方法真没有想到啊，原来插排上面的指示灯1年居然能耗这么多的电，它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呢？我来给大家计算一下就明白了。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小指示灯1年耗不了多少电，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然后给大家来计算一下，就知道它到底啊1年耗多少电了。你看现在电压是234伏，我们来计算一下，电压是234。然后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它的电流，给插排断开一条线，然后呢测量一下这个小灯珠它的电流是多少，是 0.72 毫安，0.72 毫安除以1000，它就是 0.00072 安。然后呢，电压乘以电流就是这个小灯珠它的功率，我们计算一下，234乘以 0.00072是 0.168 瓦，我们给它略记啊，是0.17 瓦就行了。这个是每个小时它的功率，一天是24个小时，每月30天，一年12个月。我们来计算一下，看一下一年到底耗多少电。0.17乘以24就是每天的功率，再乘以30就是每月的，再乘以12个月就是每年的，每年是1468瓦，就相当于是每年是 1.5 度电。那么一个这样的指示灯就是 1.5 度电，家里如果有10个这样的小指示灯，算下来的话是不是非常耗电？大家感觉这样的指示灯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在角膜机上面插上2个钉子，没有想到它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人呢都没有见到过。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可以做什么呢？
你来看，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个角膜机上面这个切割片我们给它拆下来，然后呢，我们看，接下来我们把这2个钉子给它放到这个压帽螺丝下面，就这样放好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拧上去。你来看一下这个功能，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还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看，一定呢要把这个压帽给它拧紧了。我们看啊，这样给它拧完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给它加固一下，一定要把它拧牢固了。你看，这样给它拧好了以后，就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们把角膜机打开，看一下这个效果。来看一下，打开开关，我们看一下。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平时呢，我们需要在一些塑料板或者是一些 PVC 板上面需要给它开孔的时候，没有开孔器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开孔了。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我们看，先打开开关。我们看一下，开孔速度非常快，而且呢，这个孔也非常的圆，这个周围这个边呢也非常光滑，非常好用，是不是功能？今天才发现，原来废旧的打火机，我们用锤子把它砸烂以后，它还有2个特殊功能。很多邻居看到以后啊，都抢着用，也都说非常好用。所以说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来看，我们就这样，先把这个打火机给它砸烂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里边这2个东西取出来。这个呢，就是一个小铁片，一个里边的电打火，特别是这电打火用处最多。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小铁片它有什么用，然后呢，再分享一下电打火它的用处。像这个小铁片呢，平时啊，我们在家里电水壶或者插排坏了，我们在维修的时候遇到这种 H 型的螺丝，没有专用的螺丝刀，那怎么把它拆下来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小铁片，你来看，放上去以后正好卡住螺丝，这样呢，你来看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螺丝给它拧下来。如果用手拧不动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个钳子夹住它，然后呢，也可以快速的把这螺丝拧下来。用这方法呢，不仅可以拆这种螺丝，而且也可以安装这种螺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电打火，其实它的功能就更厉害了。邻居们看到以后呢，都抢着用。首先呢，先找2条电线，然后呢，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先剥掉外皮，然后把它拧在这个电打火下边这个金属部分上面，给它就这样拧牢固了以后，接下来把另外一条线呢也给它先拨出线头，还有这个蓝色的这个线也拨一下，这样呢也是把这2条线给它接好了以后，然后呢用电工胶带给它缠一下，缠好了以后，然后这个电打火下边这一部分呢也需要用电工胶带给它缠一下，缠完以后我们按压的时候测试一下，你来看这样一按上面就会出现火花。平时家里的燃气灶如果打不着火了，我们用它呢就可以快速的打着火，你来看非常方便，使用的时候也非常安全。这个呢就是废旧打火机2个特殊妙用。原来焊不锈钢的时候，我们用点这个东西，立马就可以把它焊接上，比任何助焊剂都要好用。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如果我们不用这个东西呢，直接用着焊衣丝往上面焊的话，一点也焊不上去，上面只是有一些小球球，一直打圈，它就是不往上面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不需要花钱去买任何助焊剂。我们来看，需要东西呢就是一点这个小液体啊，我们把它先抹在这上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啊，它有多好用。好用了以后，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你看啊，把这个东西给它抹在需要焊接的这东西上以后，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呢就开始往上面上焊锡，然后看一下这个效果啊。你来看，仔细瞅，你看。立马很轻松就可以把焊锡焊上了。你看，原来焊锡都是个小球小球的，我们这样呢，直接就可以把它焊上了。你看，把这焊锡再弄过来，你来看，我们只需要把烙铁往上面一压，你看，现在很轻松就把它焊上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铁丝再焊上，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先蘸点这个东西，然后再来焊接。你来看啊，你看。焊个铁丝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已经凉了。我们看一下，铁丝也可以轻松的把它焊上去，非常不错，是不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家里经常使用的洁厕液。注意看了啊，家里有这些东西的，千万不要扔掉。比如呢，就是这个废旧的手机，或者是废旧的手机电池，再或者是笔记本电脑上面的电池，或者是这种
报废的充电宝都不要扔掉。其实呢，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电池上面给它接上2条线，就可以让它秒变成是一个充电宝。在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用啊。比如就这个手机电池，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来看，超级简单，只要能分清上面这2个触点就行了。你看这个触点上面显示一个 B 点，就说明它是一个负极，然后这儿是个正极。我们呢需要用到一块电池，再需要用到一个充电宝里边的这个板子。如果没有这样的充电宝怎么办呢？其实也可以啊，花个2块钱买个这样的万能的小板也可以，只需要给它焊上2条线就可以了。正极接在正极上面，负极接在负极上面，这样接好了以后，一个充电宝就制作好了。你来看一下，我们给它充电，你看上面也是有指示灯的，充满电后呢就会变成蓝色灯。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一下给手机能不能充电。你来看啊，把这儿连接上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在手机上面来看一下，你看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吧？如果这一块电池容量特别小的话，我们也可以啊用2块这样的电池给它并联起来，这样呢它的容量就大了。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螺丝生锈太严重了，怎么拆也拆不下来，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在拧的时候总是打滑，这时候我们可以找个大点的螺丝刀，然后用钳子夹住它，但是呢这样还是拧不下来。我们用钳子想要把它夹住的话也夹不住，那么这时候啊我们可以用这种带劈头的螺丝刀，然后这种螺丝刀也是自带弹簧的，我们把它放到螺丝刀上面以后，用锤子给它砸几下，这样呢把螺丝震松了以后，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给拧下来。再来看这种螺丝帽已经都锈死了，我们在拆的时候，不管是用这种扳手还是用活口扳手，不管怎么拧一点都没有反应，根本拆不下来。像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其实啊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拆这种螺丝让你轻松一拆就掉，不管它锈的有多死也可以把它拆下来。我们就是用点洗衣粉水加上白醋，用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松动剂给它喷上去以后，过个2分钟以后，这样呢就很轻松的可以把它拆下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把它分享给你。我们手机键盘上面隐藏着4个小功能，每一个呢都非常的实用，建议大家收藏一下，以防使用的时候找不到了。那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快速的输入大小写字母，比如说我这个9宫格的，每个按键上面都有数字和字母，比如这个2上面有数字2和 ABC， 按住它不要动，屏幕上就会出现大写字母和数字2，也有小写字母，我们只需要左右移动，比如输入2移到2上面，松手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想要输入一个小写 K， 那么按住它不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右移动2下，就这么简单，一个 K 就快速的输入上了。第二个小技能呢，就是我们在输入大写字母的时候，需要点一下这个箭头，然后呢输入字母。当输入完一个以后，再输入的时候都变成小写了，我们还需要再点这个箭头。每次点箭头实在是太麻烦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箭头连续点2次，这样呢就会一直是大写字母，非常的方便，不管输入多少字母它都是大写。第3个隐藏的功能呢，就是锁定符号。我们在输入符号的时候，先点一下符号按钮，然后呢输一下符号，输完以后它就没有了。想要连续输入符号的时候呢，还需要再点一下这符号，才能再输入。每次输入的时候都需要点它，实在是太麻烦了。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小锁的符号，我们点一下它，先把这个符号给它锁定一下，这样呢我们在输入符号的时候就可以连续输入符号了。第4个功能呢，就是打字和手写同时使用。我们平时呢正常的时候啊，我们只能在这打字，不能手写，这2个呢不能同时来。那么我们可以先点一下上面这个符号，然后呢在这边有个键盘设置，点开以后呢，这儿有个键盘手写，我们点开它，在这儿呢我们把这个键盘手写上面这个开关给它打开，然后下边一个保存，保存完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手写了，然后呢它也可以在这边打字，可以同时进行，这样的使用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你看是不是？不管想手写就手写，想打字就打字，非常好用。这4个小技能非常实用啊，把它分享给你。给大家分享一个只需要2秒钟就可以快速拆米袋或者面袋的一个方法，只要记住这句口诀，2秒钟就可以立马把它拆开。这个方法呢，要比用剪刀拆的速度还要快。你来看啊，这句口诀呢就是单线朝我。你看啊，这线呢这一面这个线是单线，然后另外一面它是双线。单线朝我就是单线朝自己，然后呢从右往左拆。
那么我们就是看这边是右，这边是左，我们就先从右往左拆。拆的时候呢，你来看啊，这边是有个线头的。如果有剪刀呢，我们用剪刀从这根部直接给它剪断后，这样的两边一拉就可以快速把它拉开。如果没有剪刀，那我们可以直接用手在这边呢给它先拆开一个扣，把这一个扣给它拆开后，这样的一拉就可以立马把它拆开。你来看，拆开这个扣以后，仔细看，就这样一拉就可以开了。你仔细看，是不是非常容易，是吧？看，轻轻的一拉就拉开了。我们仔细看，速度非常的快，看拉开了，是不是？而且呢，这个袋子也是完好无损的。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啊！电水壶里边的水垢怎么给它清理干净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自动把这个水垢给它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和新的都是一样的，非常的亮。你看这个电水壶周围，包括这个底部水垢非常的厚，非常的多。像这种呢，我们在清理的时候非常简单。这个方法，我们呢就是用点这个白醋，给它先倒点白醋，用这种方法自动清理，非常好用。你来看给它稍微倒点就行了。倒完以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就这样轻轻的摇晃它，过个2-3分钟以后，它就会自动把里边的水垢给它分解开。因为这个醋是酸性的，水垢是碱性的，它们两个在一起就会起到一个中和的作用，自动就可以让它脱落。如果水垢特别厚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给它再加点水，然后呢再给它加白醋，两个给它结合在一起。水烧开了以后，先不要打开上面这个盖子，先让它焖个20分钟。然后呢，我们打开盖子再来看一下，你看这个里面非常的干净，是吧？我们把这个水都给它倒了以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上面的水垢自动都清理干净了，是吧？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把它分享给你。